刚开始前就很期待看到你们两个人对话。不是说好要讲话吗？我刚刚讲了，有些比较刻板印象，比如说男人因性而爱，女人因爱而性。那有过性行为之后，就算交往了吗？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你是可以分开的吗？我有过可以分开的时候，是现在吗？不是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。我们今天欢迎怡蓉跟孝全。Hello。今天要谈论一个跟爱情有关的主题。看了这个电影之后，觉得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讨论一下爱情三元论，一个心理学家斯坦伯格提出的爱情三元论。这样子电影里面的事情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发生。要成为爱情，必须要符合这个三角形，要有激情，要有承诺，还要有亲密喜欢的关系。小时候可能高中啊，未成年还不够成熟的时候，如果不知道这样子的理论的话，跟一个人不错，是不是就有可能是爱情这样？对，会觉得有点模糊，不是很确定爱情到底是什么。高中的时候有谈过恋爱吗？有啊，有。我刚开始前就很期待看到你们两个人对话。不是说好要讲话了吗？我刚刚讲了，怎么样子觉得自己喜欢他的感觉？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么多，也不会有所谓的爱情三元论，就是凭感觉。身为一个妈妈，我在这边再三的呼吁，未成年就是不要谈恋爱，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我儿子要是这样，我会各种阻挠他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太小了。当然，大家在青少年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够成熟了，喜欢人要勇敢去追还是什么。可是我觉得会定一个未成年的法律是保护小朋友是有原因的。自己还不成熟，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时候，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那你又觉得那是爱情就去了。这个电影是可以稍微爆雷的吗？我的角色是陈星，然后他在戏里面就是一个高中生，然后他去补习班的时候就遇到了老师，然后和老师有一些纠葛。对，然后同时他也认识了我们的律师，两位都是社会人士，可是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高中生，所以这个关系是比较复杂的。律师在这里面是代表哪一方的？我觉得其实有点复杂。我自己来看，我觉得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。那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所谓的公平正义这件事情，他慢慢的变质。可是他最后做的好像是一件正义的事情，但私底下你再看看这个人他到底想的是什么，你会发现或许那不叫正义。对，刚刚这个讨论到可能比较小的时候的爱情，那这比较成年人的世界里面，就是常常会有人有些比较刻板印象，比如说男人因性而爱，女人因爱而性。那有过性行为之后就算交往了吗？这些问题，那你怎么想？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其实有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分开？我想说他们是天生比较洒脱，还是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吗？我觉得以生物学的角度，女生不可以洒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后果，我们会怀孕啊。可是男生也会怕对方怀孕啊。要是野人，他就可以走了啊，他就去另外一座山，女生就要生下来，要养小孩。我觉得是合理的。女生因为自己的生理结构比较吃亏，男性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想办法可以把自己的基因多样性散播出去，所以男生会有这样，我觉得是合理。但是我们先抛除野人的想法，我们是一个文明人来想的话，那你怎么想？你是可以分开的吗？我有过可以分开的时候。是现在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觉得也关乎经历吧，或者你说成熟不成熟这件事情。那有觉得有优缺点吗？有时候没想太多之后，你可能会有罪恶感。反正社会就是有一个规范嘛，那我们从小被教导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做了一些违背这一个方向的事情的时候，多少你心里会有另外一个声音，会告诉你你这样是不好的。但如果性跟爱是合在一起的，你不会有这样的罪恶感，因为你是真心的，那不是意外，那也不是有其他的想法。其实好像我觉得很有趣，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在台湾读，然后后来高中是在加拿大，听两边的女生讨论这件事情的状态就差很多。别的国家的女生，她们用的词是我睡了她，主动的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听到那个词的时候，我就是很震惊，所以我刚刚才问说，到底是想法上的，还是生理上的影响？我觉得就像他讲的文化上的，在某种框架中
有一个文化的规范，它虽然跟法律无关，但是是一个大家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？可是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文化的话，会觉得我就讲清楚就好了嘛，自己的身体，那自己各自要保护自己啊。对，而且他们也不会怕去讲性这个话题，大家都分很开。然后再回到这个电影好了，你那时候演这个电影的时候，你在揣摩那个角色，你有想到什么你平常想不到的事吗？就是说出口原来这么难，和老师有这样子的关系，大家就会很简单，就会觉得说你就去求助，你就跟你朋友讲，身边一定有人，你怎么可能一个人都不知道？但我在揣摩的时候，我真的会觉得我真的说不出口而且里面就是孝全这个角色是律师，然后也是我的朋友，可是我面对他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敢透露而且会有一种羞愧感，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正确的事，觉得羞愧吗？对，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脏了，还是有一种没有办法跟大家平起平坐的感觉。就是好像被玷污还是什么，然后说出来就是也会很担心人家可不可以真的接受这样子的你，对，然后就有很多的怀疑。其实社会新闻也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案例，看的时候都会在想说这件事情求助，就像你讲的，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受害者来讲有多困难，因为大家在看社会新闻的同时，还是会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些想象。现实生活中有遇到这些事情的人，就会更不想要出来了，就觉得可能不讲话，他生活还是好好的。可是，一讲这件事情，就会变得众所周知，然后接下来的生活可能会比之前更辛苦。对，会想到后果，就是你要抵抗内心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再加上可能外界会对你有猜疑、有不信任，他们会抛掉你是受害者这件事情，他们会先想。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会一直被检讨，而且你被检讨，我觉得到后面除了别人之外，我们自己也在检讨自己。但我觉得自己检讨自己的这个部分是很伤害自己的。电影里面的事情是比较激烈的，可是我相信类似的过程，就是你可能心中有类似的委屈，或者是心中有一些觉得你受到了伤害，但是你又不太敢讲出来。或许去看电影也是一种疗愈的方式，不能完全的投射在那个角色身上，可是你可以看得说，哦，其实人会有困难，没有办法把一些事情讲出来，是因为外面周遭的环境影响的，然后可能心里就会好一点。我们的电影在10月7号就要上映了，大家可以进戏院去支持一下我们童话世界。孝全说好他要说话的，他有说，今天觉得很开心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宜容跟孝全，然后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童话世界，很不童话的童话世界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在留言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